听到林婉儿的疑问，老尼姑认真解释道：“不瞒林小姐，此地向前50里，便是林小姐与叶先生要去的地方。但是这个地方，林小姐去的，吴飞燕也去的，唯独叶先生去不得。”师太知道吴飞燕，听到老尼姑提及吴飞燕，林婉儿心中更是骇然。她实在想不通这位老尼姑的身份，更想不通她为什么如此神通广大，知道叶晨，知道自己也就罢了，甚至连吴飞燕都知道。她能说出吴飞燕的名字，就证明她一定对吴飞燕的生平有所了解。换句话说，她一定知道吴飞燕是从300多年前的明朝一直活到了今天。林婉儿看着老尼姑，心中惊恐的暗忖，她知道吴飞燕的秘密，那是不是也同样知道我的秘密？老尼姑此时也不再遮掩，淡然道：“凭你与林小姐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吴飞燕与破清会同样是平尼的敌人，而且吴飞燕个人实力很强，又有经营300年的破清会，综合实力几乎无人能及。”说到这，老尼姑忽然话锋一转，严肃道：“但是，与50里地之外的那个人比起来，吴飞燕也不过就是一个活了300多年的跳梁小丑。”老尼姑的话让林婉儿惊恐不已。300多年了，林婉儿还从未像现在一样紧张，好像自己300多年深藏的一切都被人看穿一般。她强压住心中忐忑，强装镇定地问那老尼姑：“师太说的是孟长生？难道他真的没死？”老尼姑不置可否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吴飞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来了又走，想必林小姐这么聪明的人，也能窥一斑而知全豹。”林婉儿更是紧张，情急之下，她连忙问：“小女子斗胆请问师太，这一切与叶公子有何关系？为何我与吴飞燕都去的，偏偏叶先生去不得？”老尼姑双手合十，说了一句：“阿弥陀佛，林小姐，不是平尼不愿明示，只是林小姐应该知道命数，有些事情只能点到即止，过多的干涉反而会引发不可控的变化。平尼本意是提醒叶先生前路多险阻，万一说的太多，叶先生偏向虎山行，那一切就无法挽回了。”林婉儿抿了抿嘴，问他：“那师太觉得小女子现在去劝叶公子放弃，以他的性格，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，他会同意吗？”老尼姑认真道：“这便是为何平尼让徒弟请来了林小姐，而非直接邀请叶先生。平尼相信林小姐在叶先生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，由林小姐去劝说叶先生，应该比平尼去劝说要强得多。”林婉儿为难地说道：“叶公子对这次10万大山的行程格外期待，他还有许多困扰已久的问题，想要在这次的行程中得到一个解释。我忽然劝他折返，估计他也不会答应。”老尼姑点点头，看着林婉儿道：“再向前走，将为叶先生，为诸多无辜的人带来不可预见之灾难。叶先生若暂时能放下仇恨，便能为自己赢得宝贵时间，也能为自己赢得更多胜算。”说罢，老尼姑看着林婉儿，诚挚地说道：“林小姐，凭你已将利害关系明说于你，能否劝叶先生折返，就看林小姐了。”林婉儿看着她，带着几分哀求地问道：“师太，小女子恳请您说的再明确些。叶公子是小女子的救命恩人，若他命中果真有如此劫数，小女子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，也要尽全力为叶公子化解。”说罢，林婉儿双腿一曲，便要双膝跪地。那老尼姑见此，连忙上前一步，在林婉儿跪地之前架住她的身体，开口道：“林小姐看尽世界数百载风云变幻，平尼在林小姐面前不敢托大，林小姐千万不要行此大礼。”说着，她搀扶着林婉儿，
开口道：“想必林小姐也知道命数的玄妙之处。易经八卦中，哪怕只是不起眼的细微变化，最终推演出的结果也有可能大相径庭。贫尼若是说的太多，反而有可能物极必反。若林小姐真想帮叶先生，那就尽可能减少其中变数。贫尼可以明确告诉你，前方对叶先生来说有危险，而林小姐也只要确保叶先生能放弃继续向前，便是最好的结果。无论你还是叶先生，知道的太多，反而会带来更大的变数。”听到老尼姑那句看尽世界数百载风云变幻，林婉儿便知道，眼前这位老尼姑依然对自己的过去了如指掌，而她也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失态。老尼姑说的没错，命数这种东西确实存在许多极其微妙的变数，知道的多了，有时也并非是一件好事。此时的他不再追问老尼姑更多细节，而是在心中衡量老尼姑这番说辞的可信度。他首先排除了老尼姑是自己的敌人，因为老尼姑已经成功把自己吸引到了这尼姑庵中。如果他真是自己的敌人，他一定会对自己动手。而后他又排除了老尼姑是叶晨的敌人。老尼姑知道叶晨，知道自己，知道吴飞燕，甚至知道三人的行动轨迹。如果他是叶晨的敌人，他根本不需要在这里故弄玄虚，他只需要想个办法告诉吴飞燕，叶晨就是叶长英与安承熙的儿子，然后把叶晨的信息传递给吴飞燕，那吴飞燕就必然会对叶晨痛下杀手。既然排除了老尼姑是自己与叶晨的敌人，那他之前那番话的可信程度便高了不少。林婉儿又分析了老尼姑与叶晨会不会有什么利害牵扯，比如若是老尼姑也想探寻孟长生留下的遗物，那他与叶晨便是竞争对手，想办法劝竞争对手放弃，对他也确实有利。可是仔细想想，这个可能性也微乎其微，毕竟对方是在这里等着他们，而他与叶晨甚至还没弄清楚要去的地方在哪。如果大家都在抢一处宝藏，那自然是先到者先得。对方本就走在前面，而且知道宝藏的位置，最好的选择便是尽快赶去将宝藏挖走，并且尽可能不暴露自己的身份，闷声发大财。又怎会放着宝藏不去挖，反而守在这里劝后面处于劣势的竞争对手放弃？所以这个推论也站不住脚。不是敌人，也不存在利害关系与利益冲突，这种情况下，对方是真心实意的概率便又大了几分。于是林婉儿看着他问道：“小女子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师太为何要帮叶公子？”老尼姑语气十分郑重地说道：“20多年前，有人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，但这魔盒当时只开了一半，若是不管不顾，若干年后，魔盒自己逐渐打开，必将引发不可预见的灾难。而现在，能把这魔盒彻底关上，或者能将这魔盒直接打开的，有且只有叶公子一人。另外，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，欢迎观看订阅。